一位清华博士就因为上课的时候发了一张图，就被连夜封号。那张图说什么呢？总有人说呀，这中国文革回潮没那么快，但事实上啊，在教育领域，这潮水都已经到上半身了。当然了，教师只是其中首当其冲的，接下来啊，很可能就是中产阶级和企业家呢。实际上有几顶大帽子早就给大家准备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7月1号，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突发事件，事儿虽然不大，但是我感觉啊，这反映了教育界的现状和未来。那你说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是不是相关呢？谁家能没孩子呢？我们看一下郑玉煌先生他自己的声明。首先啊，我普及一下，他在27号和29号3天时间啊，他搞了一个讲座。上课的时候，他发了一张图片，当场啊就被人举报了。哎，你没听错啊，是被自己的学生举报。这个事儿啊，出现在29号、30号就发酵到海内外的全网了，在这推上呀，在这个油管上都有这件事儿的这个介绍。你看，中共当局一看，你现在居然敢唱衰中国经济，连夜封号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哈。他是通过其他的号，给大家传递了这个消息。他说，我这几天带母亲在西班牙旅游，但是啊，7月1号晚上11点30分接到了国内各平台的通知，你的视频号被全部封禁。我相信这视频号就包括微信的、什么抖音的、快手的、什么小红书的，全部实际上一定是各平台收到了网信中心的意见啊，大家是一起行动。那今天啊，我们先介绍一下他这个人的概况，再告诉你那张图说了什么。这个郑宇煌啊，虽然名气没有那么大，但是在行业内还是不错的。他本身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啊，是这个清华经管学院的营销学的教授，也是博士生导师。而且啊，不光他自己牛，因为他这个清华博士是自己考上的，给老习那个上完了小学啊、初中、高中没上，然后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入读了清华，那个他是走了老爹的后门了，对吧？他根本不是真才实学上的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些老师啊就讲到，当时带习近平这批学员的时候非常吃力，因为很多人连初中的这个基本的内容都不懂，还得补文化课。但是啊，郑老师他这个清华是人家自己考上的。好，接下来啊，他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，而且他3个孩子有的毕业于这个 MIT 啊，有的毕业其他学校。他一直对外宣传，我3个孩子呀都是美国藤校。在这儿贴个标签，这位老师啊是个教育专家，也是个成功的父亲。因为在美国受过教育，他呢就愿意说实话。以前呢，我也看过他的一些这个讲课的片段啊，算是一个老实巴交、说实话的一个老师，算是一个有良心的老师吧。那我们就来说说为他惹祸导致全网封号的那张图讲了什么。实际上，他就是给学员普及了世界经济啊分为4个阶段，第一开始叫做复苏期，接下来是过热、滞胀，最后是衰退，就这4个阶段嘛。他问题啊，他把中国搁哪儿了呢？他根本不是滞胀，他直接搁到衰退了。那张图它更多的是体现在比较。现在他认为处在经济复苏期的是日本、韩国、英国，甚至还有泰国。那谁在过热呢？那就是美国、墨西哥啊。他认为美国、墨西哥的经济是过热的，还有欧盟。那滞胀期啊没有，他直接就把这中国放在衰退了。而且他说这个
短期啊我是乐观的，但长期是悲观的。他给出多少年呢？20年，20年到30年啊，你干好了能拿到这个日本的滞胀30年，现在直接到衰退了。所以说这张图啊，惹怒了听课的学生，举报了。第二啊，是这件事儿也惹怒了中共当局，所以才让他全网封号。通过这件事儿呢，我们也能够回顾文革初期啊，你说你要在中共内部找敌人，谁是敌人呢？一定是找那种有独立思想的、敢说实话的，什么人啊？知识分子啊，老师啊，所以他们被扣上了一顶什么反动学术权威，要么你就是臭老九，还不如妓女的排名高呢。你看，你就是个教书匠呢。至于说人类什么灵魂工程师啊，那是以后的事了。直接在人格和职业上整体对老师进行了贬低。所以说啊，文革初期老师啊是倒了霉了。你不要以为那些红卫兵小径打老师的后来有什么好下场，真正这些头脑冲动的年轻人利用完了以后，迎接他们的是什么呀？是军队要对文革的造反派进行整训管理，你不听话的就直接上山下乡了。所以有人讲，那一批的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时候在干什么？是在打老师。等他们回城的时候当然很多人都没有回城，他干不了别的，只能是卖力气了。所以很多人的人生一生都已经会被改变了。节目的最后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数据，就是最近国内有非常多的幼儿园闭店的这样一个小视频，看着是非常心痛的，也很悲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国内做个生意，开个公司，当然知道你投了几十万、上百万，最后不得不把它关掉的那种心情。当然了，国内这种视频非常多哈。那我们看看这件事背后的数据是什么？过去的5年，中国的人口有1000多万每年出生，现在已经跌破了800万了。我估计到明年有可能跌到700万。那接下来传导到幼儿园是什么呢？我们看数据，过去5年幼儿园的人数减少了1230万，这孩子没生。那你想想，结果到了幼儿园是由2021年的幼儿园数量是30万所，到去年它已经降到了25万所了，5万的幼儿园直接关闭了。这可是5万个团队包括园长副园长各个这个人等。那这些人面临的是什么呀？重新找工作。你想，你原来是哄孩子、教育孩子的，你干别的干不了你总不能和小学生和高中生老师去抢家教吧？所以接下来他只能是改行。所以总而言之，中国的文革回潮在教育界现在已经回来了。老师上课的时候都得想想哪句实话到嘴边了，咽回去，不能说。中国的经济只能说好，不能说坏。那结果是什么呢？一帮朝不保夕的老师，他心里想的不是教好学生，而是我的饭碗要保住，你让我说啥我就说啥。如果一个老师不说实话，那孩子不也就是撒谎成性了吗？你觉得这样的教育能有啥未来呢？好吧，有很多人讲，大卫能不能讲点这个积极阳光的，别老讲这个唱衰。我告诉你如果中国第2次改革开放，你放心吧，我第一个给你讲。好吧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会。